大成宗主空剑偷袭楚星河，轮回圣炎当场失控，所有人都以为楚星河必死，只有元婴初期的长文冲进结界，下一刻，两人被圣炎吞没，生死不明。死了，楚星河都挡不住，长文只有元婴初期，恐怕也……上次雪莲峰大比，他费尽心思抢火种，是为了救沈念青，现在又为了楚星河闯进火海，他绝对是合格的大师兄。长文啊，你说你冲进去干啥？以后再也没人找我借巨额贷款了。吴师姐，大师兄会有事吗？我不知道。大师兄若出了事，我就回家叫爹娘过来，把太虚剑门的人全吃掉，一个不剩。长文，你一定要活着回来。快看，那里怎么还在动？里面还有人活着。是长文，不是火海在消泛，是他在吸收轮回圣炎。不可能，轮回圣炎正在脱离池儿的控制。林保定，此次比斗，我太虚剑门认输，就此停手，如何？认输？老夫还没跟你算偷袭小辈的账，你认的哪门子输？长文失职，接着吸，使劲吸，能吸多少吸多少。出了事儿，老夫给你担着。跟他们配什么话？空剑老狗，给老子死了！大师兄连境界提升都演得这么逼真，不愧是大师兄，狗都狗得这么细节。十二，立刻将火种召回来！他把圣炎吞了！此次比斗，太虚剑门认输，无量山的高级气运灵脉自此归浩然仙宗所有。这些本就是我们应得的。至于火种，分明是你守不住，少说成主动相奉。火种已被我炼化一半，若我不愿，他不可能得到。我完全可以将其引爆。家师偷袭贵宗弟子，的确是太虚剑门有错。火种是我主动割舍，赠与这位道友，全当赔礼。先放他们回去，等他们回到太虚剑门，老夫便去堵住山门，还以颜色。就这么办，此乃个人恩怨。空剑，太虚剑门山门见。赔礼已交，无量山高级气运灵脉也归浩然仙宗。若诸位前辈没有别的吩咐，我等便告辞。你能明辨是非，老夫不为难小辈。只是无量山交接以前，若有太虚剑门弟子靠近，休怪老夫手下无情。前辈放心，太虚剑门说到做到。空剑，回去也让你门下弟子小心些。还有几个月后的浩然盛宴，你就别来了。我浩然仙宗太虚剑门于始，不得入内。宗主这回说的够明白了，就看有些人听不听得懂人话。浩然盛宴乃北荒盛事，老夫岂能不来？这怎么可能？都把你跟石血一块了，你还要来？空剑，你好歹也是北荒巨头，脸呢？恩怨归恩怨，脸面归脸面。老夫身为北荒重要话事人，怎能对北荒盛事置之不理？这老东西的脸皮比太虚剑门护山大战还厚。雷劫，是长文。
元婴巅峰！等等，碧游仙子是26年前把他带回宗门的，那长文师兄岂不是惨了？26岁的元婴巅峰，这是10层元婴劫。寻常修士渡1层元婴劫都9死1生，长文师兄要连渡10层。以后浩然峰最菜的只剩小满了。没事的，小师妹，我也很菜。可是四师兄，你长得好吓人，小满不爱和你玩。我只是长得吓人而已，我有什么错？大成修士炼化1颗火种也需数年，大师兄却只用了5天。他身上到底还有多少秘密？当年我渡元婴劫，准备无数，也险些被逼死。如今10劫齐落，他根基再强，也必死无疑。若他能活下来，倒是个有趣的对手。从元婴1层直接升到巅峰，再走流程渡个劫，就没人怀疑了。大师兄这戏做的真细，师兄这戏做的真细。雷公电母，咱们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不用这么上纲上线吧？喂，你干什么去？关键时候掉链子啊！错怪你了。我看了，我们走。他转身就走了，像下定了某种决心。诸位师叔，你们这是？暴躁二老，改慈祥二老了。长文师侄，好久不见，不如去我行风坐坐，咱们叔侄喝2盅。嘿嘿嘿嘿嘿，去行风有什么意思？来我拳风，一边喝酒一边打拳，想想都带劲。我们太师对了，我送10万中品灵石。师侄，我有法宝，老夫的丹药你敞开吃。我的呀！师侄，看我的极品法宝，来我这里，丹药管够，10万灵石先拿着。被108个老古董围着，脑瓜子嗡嗡的。行了，吵吵把火，哪有封主的样子？别听他们的，老夫与你师父乃过命之交。他可是老夫唯一的知心朋友。尊主胡诌起来，脸都不红。我师弟久战消耗太大，我得先带他回风疗伤。不急，老夫有10枚5品回元丹，让他先吃着。你给楚星河投资10枚5品回元丹，触发返还。恭喜你获得100枚5品回元丹。你就过个手也能返还，这波血赚！师侄，咱们叔侄间是不是有些误会？对，有误会解开便是。既然众位师叔都说是误会，那几个月前108峰联名逼浩然峰签下的接管器，如今还作数吗？什么接管器？哪儿来的接管器？老夫怎么从没见过？这老头脸皮比丹老头还厚。兴许是哪个不开眼的伪造的。长文师侄，接管器一事的确是我们不对，但当初也是不愿浩然峰资源荒废，还望你能谅解。千年前浩然峰解体后，还有些资源暂存在老夫峰中。论到大会结束，老夫便原数奉还，再添些小玩意儿赔罪。老夫这儿也有，一并送回，绝不会少半分。
若我和二师弟没有展露天赋，他们还会这么痛快吗？既如此，我便带家师多谢诸位师叔。哎，都是自家人，谢什么？浩然峰地底正缺一条气运灵脉，老夫这就去无量山把他带回来。有他改造风水，再有你们几个坐镇，咱们的浩然主峰也算重新面世了。走吧。去完灵脉，再去太虚剑门，让他们尝尝什么叫死亡缠绕。他们虽有私心，却也确实一心为宗门，不妨给他们一个表现的机会。日后诸位师叔若肯帮扶浩然峰1、2，常文与几位师弟妹自不会忘诸位恩情。大师兄，没想到你没被雷劈死。小满，你这是盼我活还是盼我死啊？停！这么多人看着呢。别瞪了，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宗门任务先不做了，跟着小满师妹躺平还能捡灵石。万年前，浩然峰董领百峰；1000年前，主峰崩塌，弟子四散。如今，残破山门后的浩然峰血影再次拔地而起，霞光万丈。你给苏小满投资1缕气运，触发10倍返还。这灵脉24个时辰不停返还，再揪下去，我先走火入魔了。恭喜获得白银10条，噪音屏蔽。大师兄，小满和4师兄商量好了，我们想修炼，想变强。啥？你们主动要修炼？对呀，小满不想大师兄遇到危险时，只能站在旁边，什么忙都帮不上。俺也一样。而且小满不想当浩然峰最菜的小朋友。俺也一样。别看俺熟读了烧，没文化。好吧，原谅你了，大块头4师兄。长文呐，长兄如父，为师云游期间，这帮师弟师妹都交给你了，有困难自己克服。大师兄陪我玩。师傅当初那几句话，含金量还在不断上升啊！唉，长文师兄，长文师兄出来了！长文师兄，求一次论道，给我签个名。师兄，我愿用3枚6品丹药换你的传讯符。师兄，我爹是执法殿副店主，若与我结为道侣，日后绝没人敢招惹你。副店主算什么？我爷爷是丹峰太上长老，丹药管够。我的条件更好，师兄看我这里还有。我不要传讯符，也不要结道侣，师兄给我签个名就行。承蒙诸位仙子厚爱，只是道侣之事讲究因缘际会，不可强求。愿诸位早日找到如意郎君。不管是真心还是为了利益，他们毕就等了数日，总不能让人白跑一趟。劳烦师妹分给大家，这30万灵石就当报销来回路费。30万，还只是来回路费。没交到长文师兄，还能领到路费，这趟不亏。此情此景，小女子忽有所感，可否为师兄吟诗一首？大家都在抢灵石，你怎么开始抢人了？玩不起是不是？
请。浩然峰上聚群英，木道求缘意未平。一诺情缘随造化，万金灵玉未形成。解囊不令千聚散，挥手全抛百万顷。如此心怀，谁得似？仙途高义属长兄。听不懂，但听起来肯定是种好事。诗做的不错，这10万中品灵石就当辛苦钱。做首诗便赚10万，果然书中自有黄金屋，回去再背诗上。大师兄，那都是想买的石头。我这里还有，给。你给苏小满投资10万中品灵石，触发10倍返还。都是你的，拿好别再掉了。你不许！何体境？听闻长文师兄实力莫测，我等想与师兄切磋一番，还望师兄英雄。我不喜欢打架，诸位能否就此退走？那便只打一掌，点到为止，如何？既然你执意要打，那等我一下。喂，九霄师弟吗？我这里有个单子，你看你有空没？长兄，宁无双我给你带来了。这是宁无双？我与他大战4月，一直旗鼓相当。方才听闻长兄有大单子，我心中一急，凭空生出几分力量，这才侥幸将他战胜。你明明是炼虚境，跟我装什么化神境？早说我不早投降了吗？是不是有病？是不是他妈的有大病？该不会让我跟这百人打吧？这哪是把我当驴，分明是当牲口。不过风浪越大鱼越贵。长兄，这单怎么做？他们都想挑战我，你替我跟他们打，价钱你自己定，事后再算。老客户给你优惠，打一人50万中品灵石，如何？可以。100万定金，事后多退少补。多少？你接下来出的力值这个价。就是他要挑战我，先帮我收拾收拾他。借贷仙人又开始贷款打人了。就是你要挑战长兄，我们要与长文师兄切磋，没说要跟你打。那好，天剑圣子剑九霄向雪莲峰沈长风发起挑战，请宗门巡天境见证。巡天境见证之下，被挑战者不得拒绝。不是，你有病吧？废话少说，接招！长文，剑九霄，我记住你们了。我都说了不想打，是你自己非要打的。我不过助人为乐，有什么错？峰哥，你说你没事找长文干什么？我的教训还不够惨吗？就算剑九霄不打你，只要长文有钱，就会有无数个剑九霄站出来打你。剑九霄公开修为不是化神巅峰吗？他藏着炼心巅峰的实力，却在人杰榜第15名待了20年。因为他有病，还是一根筋的那种。果然如此，看见没？几个月前，他还是风光无限的雪莲圣子。说话就说话，指我干啥？我找你们了。原来是你们两个想修炼，正好今日一早，老夫刚得到一则消息，兴许正能帮上他们。随我来。109座山峰，只有浩然峰啥也没有，居然让小满给找到了。此树1000年结一次果，下次结果，师叔给你们留几枚。雪姨，宗门出什么事了？你欧阳师叔与全峰峰主追到太虚剑门，与空剑大战数日，误打误撞将那里的天穹打碎了。欧阳师弟已经查探过，那颗废弃行星上疑似留有我宗道风祖师的足迹。掌门师兄，行星卷入空间罡风，遗书罕见，怎会有我道风祖师足迹？欧阳师弟行事虽鲁莽，但美林大事有静气，既然传回消息，便不会无的放射。雪姨，道风祖师为何会出现在废弃行星？这要从35000年前说起，他是浩然仙宗最后作画的一位祖师。
也是当时宗门的定海神针。浩然仙宗念他们修行不易，从未遏制两宗发展。可人无害虎心，虎有伤人意。待众祖师年迈，两宗第一件事便是联手掀翻浩然仙宗。那时，浩然峰祖师早已失踪，其余各峰祖师为护宗门，自愿将最后的精元传给道峰祖师，为后辈争取成长时间。为何偏偏选道峰祖师？因为他是剩下的108位祖师中实力最强之人。舍命护宗，真是令人敬佩的宗门。可太虚与万象两宗只需等他受尽，便能再次发难。道峰祖师不愿坐以待毙，主动约战两宗祖师，三人一同进入寰宇。那一战之后，3位祖师再无音讯。如今行星上不止出现道峰祖师足迹，还有太居剑门与万象宫祖师的痕迹。那里很可能是3位祖师的埋骨之地。若有传承现世，足以改变整个北荒格局。众峰主即刻兵分2路，一路随我查探虚实，一路召集宗门年轻一代，准备争夺祖师传承。2个小家伙修炼之事暂且放放，待消息查明，也让他们争一争这场机缘。全凭师叔安排。我这九霄师弟真是太谨慎了。大师兄，我已经找到自己的道，无需借助他人传承。我已有自己的道统，也不需要。道峰祖师的传承都看不上，真优秀啊！渊儿、小满，若你们有机会得到祖师传承，要不要？得到以后，小满能跟大师兄一样强吗？何止，真得到传承，说不定整个浩然仙宗都能横着走。要，小满要！俺也一样。等哪天师傅回来了，你们向着谁？师傅？我们哪有师傅？我们只有大师兄您呀。小满说的对。先别这么说，等我打得过那女人再说，不然容易挨揍。你们不是来挑战长文的吗？怎么变成他的打手了？节操的！节操能值50万中品灵石吗？早知道挑战长文还能被高价收编，我也上了。跟着界太仙人，保准有灵石赚。人齐了，今天就去废弃行星。浩然仙宗都搭把手了，这老家伙还真能舔着脸看啊！小满，你看这是什么？灵石呀，跟之前有啥不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，这块开过光。开过光的！投资成功，恭喜获得冷彩词条，奶兄的变强方式，绑定5位师弟妹，今后师弟妹每提升1分修为，你都可获得双倍返还。这不就是啥也不干也能变强？师傅说长兄如父，原来当爹还有这种好处。大师兄，你咋有这么多开过光的石头？别在这些细节。恭喜获得宝物伐仙剑，全力挥出，仙人之下难以抗衡。伐仙剑仅可使用1次，非合体境强行使用，可能当场身亡。天下无敌没当成，倒多了个天地同少的手段。童哥，要不你再送我个合体镜？恭喜获得宝物幸运罗盘，可指引幸运之地，剩余使用次数3至4次，次数耗尽后将变成普通罗盘。不是无限使用吗？算了，知足者常乐，有就比没有强。只有3、4次机会，先省着。真找不到祖师传承时，再用在刀刃上。走，去把祖师传承带回来。通道最多维持5个月，无论是否得到传承，
5个月内必须回来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小文，凡事多留个心眼。知道了，雪姨。别怕，通道很稳，掉不下去。可是大师兄，你的腿咋在抖呀？星空里空气凉，来时衣服穿少了。这里有宗门高层布下的保护阵，可以呼吸，也有稀薄灵气。所有人身上都有封主禁制，彼此很难造成伤亡。我们只管找传承。灵气波动就在里面，要进吗？先等等，出门在外谨慎一点。小满，往里面扔把灵石。这叫投石问路。原来投石问路真是拿灵石投，学到了。这是一座保存完整的功法阁。不能吃。灵力早已耗尽，否则还能看看数万年前发生了什么。先收功法，免得被别人发现。这里的功法能让我们也收取一些吗？长兄，别中他的美人计，太虚剑门没一个好东西。我看起来像会中美人计的人。我就问句话，怎么还成色釉了？若没有附加条件，你们便在旁边看着，等我们装完再轮到你们。都有大成禁制，他们伤不到我们，凭什么等？若他们派2人专门拦你，你该如何？哼，好功法就在眼前，谁肯牺牲自己来拦我？不可能。好功法就在眼前，宁可不拿咬拦我。只拿贵的，不拿对的。一本3品功法，炼制100万中品灵石。装完这些，这辈子都不用接任务了。大师兄，你咋装那么快？装功法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。别问，快装。可是小满袋里全是石头，装不下了。大师兄，小满的石头们呢？我先替你收着。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一本功法能换100万块石头。他们的乾坤袋都满了，这小子也该停了。他的乾坤袋到底有多大？他身上究竟还藏着多少秘密？大师兄，下面还有好多书，咋不装了呀？品阶太低，再装就要错过祖师传承了。事不可做绝，正如机关不可算尽。嘿，小满只拿1本，肯定不算做绝。现在轮到你们了，算你厉害。有机会再见。我跟你有啥好见的？此人早晚会执掌浩然仙宗，2宗是敌是友，或许都系在他身上。长兄，照这样找下去，5个月也未必找得到祖师传承。别慌，让我试试非人类的力量。让小满也看看。走，越来越近了，前面8成有大机缘。大师兄，那是啥？啊！九霄师弟，刹车，快刹车！刹不住了，刹不住，你咋还能这么淡定？开防护，跳舟！我刚买的灵舟。30万中品灵石刚买没几天。进森林，第一件事就是防火。罗盘指向前面，先找机缘。长兄，下次有单子还找我，我得把灵舟钱赚回来，不然心里堵得慌。好的，九霄师弟，下次一定。
此经被罡风侵蚀35000年，草木早该成灰，这片古林却还活着，说明此地曾有强者守护。前面有好东西！啊！北荒人杰榜前3，居然全聚齐了！这是绝灵物，我等刚到，尚未查清下面有什么。大师兄，我好想跳下去！人儿，醒醒！赶快投四师兄，这个这样，小满还不想给你上坟。影响他的不是心智，而是血脉，里面的东西与他的兽族血脉必有联系。要是大师兄知道俺是饕餮，会不会嫌弃俺？先别管血脉，人没事就好。全兄，下面究竟是什么？月儿可是正统饕餮血脉，这深渊下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召唤他？剑物只怕雷霆与真火，能破物的只有长兄的轮回圣炎。南宫池自愿将异火赠予，这绝灵物便由你破开吧。只提赠火，怎么不提你们宗主偷袭我家星河，想让我出手拿2艘灵头来？1艘，必须2艘。施主若愿破物，小僧欠你一个人情。 499岁，合体巅峰，花和尚。这和尚藏的比剑九霄还深，这人情值钱。好说。长兄，自己人，别误伤。大师兄，有东西在拽我进那道门。小满，投石问路。收到。那是3品功法，我本就是500万，我当保镖才赚50万。大师兄，咋又捡回来啦？有些东西能扔，有些不能，回头给你上学前教育。长兄，还缺保镖吗？没想到你也会被财帛动摇。我也不想，主要是长兄给的太多了。 下次缺人，务必联系小僧。这里真是一道门。只有浩然仙宗弟子能进，这必是我宗祖师传承。里面暂时安全，小满跟紧我。祖师传承，打开方式就这么简单？高端的传承往往只需最简单的打开方式，问题是为何有2道门？浩然徒孙。 老道士没白等啊！身份：饕餮仙祖，道风祖师坐骑，评价：急躁。饕餮仙祖，这不是渊儿的祖宗吗？来不及解释了，传承要紧。大师兄，大块头死神被抓走了。他是老夫的传承，左门才是道风祖师传承，谁能得到，全看造化。这位前辈当真靠谱吗？罗盘不会错。九霄师弟，开门。进来吧。弟子拜见祖师。天佑浩然，竟让我等到自己的徒孙，眼前这3道光环。 便是老夫毕生传承。这种级别的传承，确实让人很难淡定。可大机缘，往往也伴随着大磨难。老夫挑选传承人的方式，对你们而言可能有些残酷，可做好准备了。准备好了。这
这次浩然仙宗来的人只有你们。浩然仙宗第一人杰在这儿呢。祖师怎么先问长兄？回祖师，此前共有300余名弟子，为了尽快找到传承，我们才分头行动。既然如此，你可知接下来该怎么做？祖师是想让晚辈把他们都找来。麻烦全兄了。全部赶到，约需10日。不急，正好听你们说说如今的浩然仙宗，老朽也讲讲当年的故事。万象宫与太虚剑门可还在？三宗如今并列北荒3大一流势力，万象宫与我宗井水不犯河水，太虚剑门却与我宗积怨数万年。太虚剑门真是狼子野心，浩然鼎盛时弹指便可灭之，只因当年未将他放在眼里，才酿成今日祸事。祖师，当年的浩然仙宗究竟有多强？鼎盛时期，即便地州那些势力见了浩然，也要畏惧3分。没想到那个不靠谱师傅把我带回去的地方，祖上竟这么酷。那诸位祖师当年都是何等境界？应当皆是大琼巅峰。大师兄比我们更强，已在大琼之上。可惜他在浩然鼎盛时失踪，直至老夫作画也未能再见。所有祖师都是大成巅峰，大师兄更在大成之上。如此强盛的浩然仙宗，究竟为何会沦落至今？你是不是很好奇浩然仙宗为何会沦落到如今？万物兴衰有时，浩然也不能例外。我们只能让他衰落的慢些，无法阻挡大事。为防2宗来犯，诸位师兄弟舍去寿命，将经元传给老朽，看似续命，实则加快了衰落。另一个关键便是浩然峰的衰落。当年的浩然峰很强吗？很强。老朽与诸位师兄弟都在浩然峰长大。当年老朽出门，便有无数家族争相提携。师尊坐下后，幸得大师兄正到大崇之上，才让宗门继续扎根北荒。可浩然峰阵风绝学大光明经自此失传，令顶端战力与全宗士气一同下滑。大光明经真有那么强？小家伙，你是哪一峰的？浩然峰。我也是。看来如今的浩然峰很不错，你们2人的资质，即便放在老朽那个时代，也称得上优秀。你们可知距离老朽作画已过去多少年？已有3万5年。都这么久了，跟在老朽身后的林定也成宗门栋梁了吧？林师叔如今正是浩然宗主，这3万5年里，可有人参悟大光明经？有，1000年前，浩然峰周青师兄成功参悟。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老朽？若作画之后还能帮宗门一次，老朽只会高兴。说吧。周青是参悟大黄光明经后不久，便被证实成了魔修。具体经过呢？晚辈知道的不多，还是请全兄说明吧。1000年前，周青师兄参悟大光明经后，带队参加镇魔大典，去时一切正常，出来时却成了魔修，连宗主也不知内情。大光明经非心怀大义、光明正大者不可参悟。周青既能悟得，绝不可能沦为魔修。祖师是说周青是遭人陷害？不错，必有人在他身上动了手脚。如今的浩然峰主是谁？家师碧游仙子。原来是那个野丫头。周青后来如何处置？碧游又在何处？林师叔将周青逐出宗门，又发布通缉令，家师正在云游四海。处置的不错，既保住周青性命，也没让浩然仙宗受到牵连。祖师，周青师兄是因为参悟大光明经，才被人陷害成魔修。你这小家伙倒是聪明，暗中筹谋此事的人地位必然不低。半步地品便能招祸，若我的地品功法暴露，以后还是少出手。你是不是在想，半步地品功法凭什么值得那些人冒险针对周青？因为大光明经若得光芒加持，威力便会成倍增长，即便地品功法也远远不及。超越地品？刚觉得地品功法挺香，怎么一下又不香了？
祖师，听您这么一说，我都想去参悟大光明经了。大师兄，大光明经是什么？跟你进来时扔的那些书本差不多。看不懂，也不好玩。到时我和星河念经都要参悟大光明经，若真有人悟成，周青师兄经历的一切会不会再次重演？若我不小心参悟成功，陷害周青的那群人会不会也盯上我？等离开废弃行星，一定找林师叔谈谈。万一真参悟成功，得让他贴身保护我。确实不太对劲，祖师对长兄是不是热情过头了？传承人不会已经内定了吧？祖师，浩然仙宗此次应道337人，实道337人。这3道光球便是老朽毕生传承，传承只有一份。老朽设下3道考验，通过者可继承衣钵。第1道考验，先看根骨，年岁不满50者出列。祖师，在场修为最低也是金丹，岁数最小的都有200多岁，能否放宽一些？不可。传承关乎宗门未来，非50岁以下者不可。若能小过30，方为最佳。这条件不会真有内幕吧？未能参加考验者也不必失望。传承结束后，老朽自会另送你们一场机缘。怎么是我？大师兄，怎么说着说着就说到我们头上了？好突然呀！很好，第1道考验只有你们2人通过，接下来准备迎接第2道考验。那可是道风祖师传承，就算一头猪得了，它也能变成飞猪。长文若得到传承，说不定真能从太医手里夺下北荒第1人杰。苏小满也绝不简单，浩然峰弟子虽少，却个顶个都是人杰。我们好像小看浩然峰了。不是小看，是严重低估。浩然峰其实有6名弟子，我见过陈长生，大概是6人里最弱的。那也不能以常理判断，谁知道碧游师叔究竟藏了多少后手？只要小满看不见他们，他们就看不见小满。什么都没做就过了第1关，这就是主角的待遇吗？第2道考验，你们2人只能有1个进入第3关，限时半炷香，谁去谁留，由你们自行商量。小满变强，我能得到双倍提升。但就算没有这个词条，她也是我照顾了半年的妹妹，传承再珍贵，也没她重要。回祖师，就由我师妹苏小满继承您的衣钵。大师兄，师兄给师妹送东西，天经地义，不叫事。不再考虑了，弟子已经做出决定。这丫头年纪尚小，心性未定，老朽还是觉得由你继承衣钵更加合适。前辈，我已有自己的路，小满却正缺提升实力的机缘，有我在，她绝不会做出背叛宗门之事。小丫头，按辈分，老朽算你的师叔祖，你可愿继承老朽衣钵？这孩子还得你来哄。小满，还记得你来浩然峰时的梦想吗？大师兄，不是说好那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吗？接受传承，以后就能打遍天下无敌手，连大师兄都打不过你。真的？那小满要。战斗一族的血脉，这份传承交给他，老朽日后怕是要背上不少因果。反正自己早已入土35000年，因果又如何？第3道考验是以自身道统为誓，无论今后发生什么，都要以浩然仙宗延续为本。你可愿意？
小满愿意，今后定以浩然仙宗延续为本，绝不背弃宗门。祖师，您先前说我们也有一场机缘，不知在何处？莫急，你们的机缘并不在此，且听老朽细细道来。当年为护浩然仙宗安宁，老朽与另外2宗的祖师进入太空，一战便是3年。老朽虽将他们重创，却忽略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。3年里，我们打碎无数星辰，附近出现生灵后，老朽想停手，2宗祖师却趁机围攻。老朽燃烧精血，强迫大臣制骨，将2人镇杀。可余波还是撕裂了行星防护层，谁知他们只是诈死。老朽力量耗尽时，他们再次出手，星辰之主赶来相助，最终我们全部陨落。行星被打入空间罡风，生灵无一幸免。还是低估修仙界了。等我也有这种力量在高调，绝不能半场开香槟。星辰之主临终前保住了精元，它是星辰命脉，也是岁月沉淀出的精华。金丹修士吸收片刻，便可能踏入元婴。但星辰之主有一遗愿，绝不能让精元落入太虚剑门与万象宫手中。2宗祖师也知道精元所在，你们去不去，自行决定。修行本就与人争与天争，我们当然要去。祖师无法抽身，我们这些后辈自当替您完成遗愿，自当竭尽全力。苏小满修为返还，3星千年修为；林渊修为返还，奖励叠加，6000年修为正在发放。6000年修为已到账，隐蔽措施、安全措施全部完善，提升不会引来天地异动，也不会被任何人发现。是否立即领取？立即领取！6000年修为，让我常某人看看怎么回事。第1年，你开始冲击化神境。化神进程。炼虚进程。自此，你步入合体境。如修道数千载，所求者何？大道为路，而我不过是走路的人。第5900年，你成功达到渡劫境1层。仙途上有9劫，而我已经在路上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灵宝定、空剑这些绝天大能，我现在还打不过。大成巅峰以前，继续苟住。我们还在玩泥巴的时候，他已经是化神大佬了。嘿嘿，你小子离我远点儿！
沈念清、楚星河、常文，再加上林渊与苏小婉，浩然峰这是要崛起了。浩然峰只有6名弟子，却有5位人杰，这还算没落吗？我们早已死去数万年，能再见浩然后辈，已无遗憾。恭送祖师！走吧，我们出去。我体内的瓶颈松动了。先等等，修炼之前还有人要处理。跑到这种地方，还能碰到太虚剑门这帮狗！不是冤家路窄，是利益驱动。经元只有一份，他们必会来争。太一渡劫3层，南宫池渡劫1层，独孤问天化神巅峰，无我渡劫5层。太一就算了，南宫池怎么也直入渡劫？难不成他也有挂？常文独吞了1座功法阁，身上至少有10几万本3品功法。没有10几万，最多1万本。谢谢你啊，这跟没解释有什么区别？哼！浩然仙宗的人听见了吗？这些功法不该充公吗？那是常文师兄的机缘，你少拿这种把戏挑拨我们！我道友，贵宗祖师可曾告诉你君元的来历？祖师只说此地有机缘，并未说过当年真相。当年万象与太虚2宗祖师诈死偷袭，星辰之主已化前，把精元聚入谷底，交托于我浩然峰祖师。胡说！分明是你宗祖师偷袭在先。星辰之主临终托命，不让2宗染者精元。我若只想独吞，何必现在再树一敌？真假难辨，给万象宫一席之地，我们便不插手。诸位若放弃精元，替我拦住太虚剑门，每人10本3品功法。你疯了！吴师兄，我先退出一下万象宫，接个单子。道友，佣金怎么支付啊？现场支付，愿意接单，现在就领。太一师兄，那可是精元，真要让给他们？你拿得出更多功法，还是我能无视大成禁制？镇魔大典上，再算今日这笔账。不敢动手还瞎比划，丢人现眼。大师兄，多谢！怎么突然改称呼了？你拿出3000多本功法，只为完成祖师遗愿，替同门争机缘，当得起这一声大师兄？你为何如此仇视太虚剑门？100年前，宗门300精英进入镇魔台，无一生还，其中便有养大我的姐姐。镇魔大典1年1次，连夺100次魁首，便能进入地州。大师兄，小满又变强了！把手从我手里抽出去，就算你赢。大师兄，你可别让着小满！小师妹别哭，让我来。四师兄，
我们两个谁更厉害？我好心安慰你，你还想跟我打架？先回去，别让维持通道的风主久等。常师兄，我们想先比一场，胜者与你结为道侣，如何？真是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。人只有一个，功法随便挑，全当交朋友。太一连夺99次魁首，这次镇魔大比，浩然仙宗来一个，我太虚剑门便打一个。只敢对小辈放狠话，你倒是毁了通道！长文师侄做得不错，年轻人不能张狂，但也不能负狂。诸位师叔，此话当真？就算你把北荒的天戳个窟窿，老夫也护你周全。美好的修仙界，准备迎接我常某人吧！林师叔，这些功法宗门可有需要？都是你的机缘，如何处置由你决定。10本抵韩师叔的500万借款，200本谢欧阳师叔、程师叔替星河出头，其余留给宗门和雪姨。300年之约，是我们对不住你。诸位师叔若真想强占浩然峰，也不会留下300年。此事已过。想参悟大光明经，去问浩然峰旧部，他们守了此经数万年。请师叔放他们回峰，我愿拿功法换。不是老夫抓人，是他们硬要搬进行风。抢着去坐牢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一品法器，这丫头到底藏了多少东西？这些兵器哪来的？从家里偷偷拿的。拿这么多做什么？当然是打遍天下无敌手，没有兵器怎么能行？小满，你确定要打遍天下无敌手？对呀。可你是小姑娘，这么打下去就成女汉子，和淑女不沾边了。淑女是什么样的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淑女就是大众普通喜欢的类型。那大师兄喜欢女汉子还是淑女？当然是淑女啦。可是大师兄，如果小满不能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大姐会不开心的。能跟师兄说说为什么？每次吃团圆饭，爹爹都数落大姐，说她不学无术，以后怎么继承家业？可大姐明明很努力，她却不开心。小满要替大姐撑起家，不让爹爹再骂她。所以你想打遍天下，是为了替姐姐分忧？家里不让小满修炼，说有大姐就够了。可小满不想看大姐伤心。大师兄，你能不能帮小满打爹爹一顿，这样他就不数落大姐了？让我去打苍玄帝君？小满，你是对你爹有误解，还是对我有误解？这毕竟是你们的家事，我一个外人若是插手，倒显得有些多管闲事了。没事的，大师兄，你是小满的亲大师兄，不算外人的。小满，你听大师兄跟你瞎掰，哦，不对，好好讲。长文师兄，宗门大师兄非你莫属，3品
我心悦你。若你拒绝，补偿还是一本3品功法吧。一个来认大师兄，一个来表白，合着全是冲功法来的。大师兄，我从废弃行星回来后，怎么吃都吃不饱。先去琼华峰，吃不饱就一直吃，等我从行风回来再想办法。最多2个月，我便能出关参加浩然盛宴。大师兄放心，我在盛宴前也会出关。小满，师兄带你去出差好不好？又出差。你若真能把浩然旧党带回去，老夫认你这个。有这么难？不难，只有一点难。你林师叔亲自出马，都没请动那群老顽固。周青逃走后，他们主动来行风自首，还把浩然峰资源分给各峰，我们拦都拦不住。我来，一是请前辈们回峰，二是找长生。我让他来招人，数月没回，传讯也不应。那群人认死理，待会儿莫要冲动。这里真是看守所。他们来之前，这里还是座光秃秃的山。光明铸为刀，主权血中烧。浩然重立日，我辈比天高。浩然峰都没落成这样了，怎么还谁都不放在眼里？大师兄，救命啊！这里是传销组织，他们送我通讯，没收财产，天不亮就拿我当陪练。既然我来了，自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你就是长文，在这里我们只认大师姐，不认大师兄。认不认随你们。长生不愿留下，我今日便要带他走。不行，不仅他不能走，你也得留下来练。不是哥们儿，我是来救人的，怎么把自己也搭进去了？他苦修20多年才淬体巅峰，来这里3个月便到炼气1层，不该给我们磕一个？变强是好事，可他不愿意，你们就不能逼他。今日我不但要带长生走，还要带你们回浩然峰。1000年前周青师兄入魔，是我们将他放走，助魔为虐，理应留在行风受罚。还认不认浩然峰？争是浩然峰的人，死是浩然峰的鬼。既然如此，这些功法便由大家分。7000本，这得是多少灵石？70亿中品灵石，而且有价无市。长师兄，我承认先前声音有些大，7000功法足以再造一峰，你却全给浩然峰，是我等不该质疑你的担当。不必道歉，你们能靠他变强，我这些功法便没白给。把所有人叫来，人人有份。大师爷，叶清流，地宫长女，渡劫巅峰。浩然峰竟还藏着一位渡劫巅峰。1008岁，气运灵体，光复浩然峰是其次，回峰建设才是人生大事。本以为我已是北荒第一人杰，看来
是有些飘了。你们是必游师叔的弟子，不错，多谢你拿出如此多资源给浩然峰。我身为浩然峰大师兄，这是应该的。我来找长生，也是为数月后的浩然盛宴。大光明经，你们可有参悟之法？确有些见解。此事说来话长，你可愿住上几日？住可以，但我不当陪练。在你融入这里之前，可以。这里不像刑法，倒像真正的浩然峰。喜欢便住下，顺便也给你和叶清流说个媒。说媒？还是算了，我对感情随缘，有缘自然能成。姨还能害你？旧部1000年前集体搬来行风，故意将叶清流雪藏。他200年前便已渡劫，太医、全真子都远不如他。他真是地州地宫的人。地州势力若分10斗，圣盟占6，巡天司占1，地宫独占3。圣盟3600个势力，任何一个都不弱于浩然仙宗，地宫却能独占3斗。他没有道侣吧？没有，不过这里1700人都是你的情敌。下届镇魔大典后，他便会回地宫，这是你唯一的机会。先了解他，若真合心意，我便凭本事将他吸引过来。那便先参悟大光明经。你若成功，这门亲事便成了一大半。叶落，浩然峰2长老，大成8层，必游仙子师姐，叶清流之师。原来他就是叶清流的师傅与护道者，能与大层8层并肩钓鱼，这老头是谁？人缘子，化名苏晨，浩然峰祖师兼3长老，半步仙桥境，好感度60，一位将浩然2字刻进骨子里的老人。要是数万年的祖师还活着，竟躲在行风钓鱼。大城之上的半步仙桥，真正的北荒第1人。他将浩然看得比命还重，当年却未出手，必有苦衷。好感已有60，我得把这位靠山拉到身边。明明可以直接捞鱼，为什么要钓？看似钓鱼，实则练心。结果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沉住气。苏师弟，我看他心性沉稳，你为何说他还需沉淀？26岁的渡劫境，福报太盛，稍有骄狂便会招祸浩然。更何况他体内还有一道连老夫都忌惮的封印。渡劫境！大师兄还能活3000年，终于自由了。我若不修炼，长生体质迟早暴露。离开还得重新认识一群人，继续给人养老送终，还不如留下3000年混个金丹，总不赖吧？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突然觉得浩然峰挺好。大师兄，你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打算？熟悉大光明经，看看能不能参悟。这里1700人都想参悟，却没人敢去。我听说模拟关卡要3个月参悟3本1品功法，反正他们连第1关都没过。那不去了，我从不做没意义的事。你
命案有限，模拟关卡也是筛人，过不了，你连大光明镜都见不到。红包攒不停，246天，攒到360天才是超级豪华红包，不能开，只能继续投资，赌一件提升悟性的奖励。常师兄，大师姐让我带你去看大光明经的信息。走吧。这里是感悟洞，参悟大光明经失败的前辈都会把感悟封存在此。此洞为何会在行风？它本是储存空间，千年前我们怕浩然峰被其他峰接管，便将它一并带走。这是被折磨得连话都不想说了。周青师兄成功参悟过，他留下了什么？成功经验一字未提，要么不能提，要么提了也没用。他带来荣耀，也带来使命与祸端。至于能否参悟，无经验可抄，全凭机缘。还有这么多前辈的经验，师兄不看了？都是失败经验，看多了平白丧失锐气，没有必要。阁中存有同属性功法，3个月内全部参悟，便能获得名额。正式参悟时，也可事半功倍。距离月中还有3日。有锐气是好事，可失败的前辈最不缺的也是锐气。3日后的试炼，便是浩然峰给他上的第一课。大师兄，你怎么一碰到难题就开始撒零食？长生啊，你不知道大师兄有多想你。来，再拿一块。触发特殊返还，获得灵彩词条，神级悟性。真出货了，系统，你还真是要什么来什么。一眼功会贯通，还把3品功法推成了1品，这是真不给别人活路啊！大师兄，你怎么每次给完零食都偷笑？有好笑的事也让小满笑笑呀！你真要参加？现在退出还来得及。当然，开门吧。这3块石碑里都是1品功法。石碑会感应挑战者的真实修为，再匹配高出3阶的功法。你是元婴巅峰，正常会得到3品功法。3个月已到，我与大光明经无缘。习惯吧。失败才是这里的常态。周青当年参悟3部1品功法，用了多少天？80天。自他以后，试炼阁已有1000年无人通过。苏师弟，近来可有周青的消息？杳无音讯，但魂灯未灭。外面都说宗门追杀周青，若真要取他性命，何必留着魂灯，还年年打听他的下落？
一品功法是谁参透了？是被感应的是真实修为。小文，你是渡劫境。26岁的渡劫境，一言参透一品功法，阁下道竟是谁？林师叔，我真是长文。这世上绝不可能有26岁渡劫境，你怎么证明自己没被夺舍？300年之约前，我带小满给了林师叔10万中品灵石，请他主持公道。那笔钱还是我找韩师叔带的。掌门师兄，还有这回事儿？那叫建设宗门，况且夺舍之人也能继承技艺，这证明不了什么。在废弃行星时，我体内的封印解开大半，修为才会提升。不信，师叔可以查。他的神识刚刚成型，没有夺舍或重生的痕迹，可这道封印我看不透。修为能用封印解释，悟性可解释不了。师侄，再参悟一本给我们看看。我向来低调，刚才只是碰巧。都这样了，还低调个屁！赶紧参悟，出了名，老夫给你当护卫。老程头，你打老夫干什么？帮你确认不是做梦。第二步，一品功法，又只看了一眼。啊！若这不是极限，那沉寂1000年的大光明经，今日之事列为宗门绝密。苏师弟，你可认得长文体内的封印？此印名为万仙引，由数名乃至数十名大成之上的强者以精元和血脉共同构成，而且只能种在婴儿体内。他先将灵根、体质与悟性重置，再改造肉身，最终速成万转不灭体。这种体质有什么能力？肉身可与荒古圣体抗衡，还能转生10000次。10000次之后不死不灭，与天地同寿。10000条命，那我以后岂不是可以随便了？这一世若死，修为和功法全部清零，下一世要从头再来。算了，好不容易修到渡劫境，还是惜命吧。万仙影之改造体质，为何他的修为也会突然暴涨？能布下万仙影的，只有传说中的仙人。此事你有几分把握？10成。此事谁也不准外传。从今日起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长文能一眼悟透2部一品功法，那10万年来只认周青一人的大光明经，会不会也认他？或许浩然仙宗等了10万年的人已经来了，还差最后一步。师侄，要不要歇几日？不用，看一眼是。功法试炼过了，3部一品功法，一炷香都没用到。浩然盛宴当日，你可正式参悟大光明经。身自处，心本善，心相近，心相远。大师兄，啥时候才能下课啊？对，大师兄的肚子要更胖一点。
这便读完。哈哈哈哈哈！2月参透3部一品功法，请留，好样的！真厉害。嘿，大师兄，你喜欢这样的？眼光不错，我也喜欢。大师兄，你是要把叶姐姐弄到手呀？枪法练得不错，拿去补充真气，不用省着。小马要跟着大师兄学习。都认真点儿，程师兄马上走到这边了。我闭关这2个月，他一直这样，日日如此。而且他只对浩然峰弟子这般慷慨，怕是早把这里当成了家。世间真有拿数10万灵石，只为让陌生同门变强的人。也许在他心里，浩然峰弟子从来不是陌生人。楚星河突破元婴境，返还300年修为；沈念青突破元婴3层，返还500年修为，可领取修为880年。加上这些天攒的80年，正好880年，差120年才满1000。不等了，先干一下子！第100年，你引动第2节因果业报节。你用400年了结全部因果，又用200年追溯因果法则。第700年，你踏入渡劫2层，剩余180年修为是否停止？停止，这点家底留着下次再冲。渡劫2层能调动的法则之力更多了，距离无敌又近了一步。大师兄，想你了！不知道你今日出关，不然我提前给你包几个粽子。又长高了，元婴3层，不错。比不上大师兄。大师兄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画画了？这不是画画，是练耐心。距离浩然盛宴还有2月，3个月内参悟3部功法，你们敢不敢试？大师兄都过了，我当然不能给浩然峰丢人。这些日子，你没有为参悟大光明经做任何准备，是胸有成竹，还是随缘？随缘。感悟洞里虽都是失败经验，至少能告诉你哪些路走不通。失败经验看多了，反而会影响自己的判断。真到参悟时，我更愿意相信自己。我来这里提醒你，是因为你有机会参悟大光明经，像你这样的资质，理应把握一切机会，为参悟大光明经做好充分准备，而不是随缘。来都来了，不如把这一圈走完。大师兄，你怎么不画了？大师兄这是咋回事？跟那个叶姐姐走了一圈，连画都画不下去了呢。9月初9，浩然盛宴正式开幕。1个多月，6部功法全部参透，我前后待了3年，一本都没过。小声点儿，给自己留点体面。好样的4位参悟者已经齐了，9月初9，一同参悟大光明经。算上长文师兄和大师姐，浩然峰今年足足有4闪存悟大光明经，远超往届。话别说太早，毕竟是大光明经，但总算有希望了，不是吗？碧游师妹，你若再不回来，
你这些徒弟可就要把天捅破了。又来2位，这是要把老夫按在地上摩擦呀！参悟这么久，肯定累了，回元丹拿着吃。看上哪个随便挑，不用跟我客气。大师兄，你真帅！行了，多大人了，别恶心我，都跟小满学学，看看人家怎么做的。红包攒不停，360天升级为超级豪华大红包，攒了整整1年，终于成熟了，今晚开箱！开！超级豪华大红包拆封中，拆封成功，获得神秘物品大力神光棒。按下开关后，重量增加100吨，物理防御增加1万亿，力量增加1万协吨。初始冷却1天，后续冷却时间呈指数增长。力量1万万吨，这我一拳下去不得把地切凿穿喽？回头找雪姨试试，不过冷却会越来越长，这东西不能乱用。多谢常师兄。太虚剑门来宾，空剑、太一、南宫尺、独孤问天。空剑还真有脸来，这次再敢拿小辈做神杖，我可不会坐着看。林渊连吃数月，琼华峰供货短缺，韩耀东下令全峰饭店提供食材，务必让林渊吃饱。韩师叔仁义啊，这下渊儿饿不着了。南宫池正在宗内打听常文下落。嘿嘿，难道他被我帅气的外表迷住了？嘿嘿，常师兄，南宫池点名找你，已经朝看守山来了，最多半炷香就到。太虚剑门的人不在接待区休息，来这里做什么？我来找常文，有事要与他说。常道友，可否现身一见？南宫道友，要与我说什么？你未来会成为浩然栋梁，我也会成为太虚剑门栋梁。我想找机会了解你，找个破绽。你都这样说了，我怎么会傻到让你找破绽？找破绽是相互的，难道你对我的破绽不感兴趣？不感兴趣。先别急着拒绝，我们可以谈条件。什么条件？1万本6品功法，换你与我独自消禅1炷香。1万本6品功法，那可是武艺总品领师，只为跟大师兄说1炷香。天上不会掉馅饼，他想拉大师兄下水。南宫道友，请回吧。你我身份特殊，谈久了难免让人误会，对谁都不好。那便在这里谈，所有人都看得见，总不会影响你我声誉了吧？既然你这么想聊，那便聊聊。此酒饮下可延寿150年，全当见面礼。太虚剑门的东西，我信不过。道友这般警惕，倒让我不好开口了。不好开口，可以不开。看见没？野世界连大师兄活什么都关上了。常道友，我只问一个问题，你如何看待太虚剑门？你那狗师尊险些杀了我师弟，还问我怎么看？我劝你趁早打消不该有的念头。若有一日，两宗可以免去刀兵相见呢？两宗之间横着数万载血仇，不是几句话便能化解。你想说什么，直说。我想与二位定个君子之约，若将来我们在各自宗门掌握话语权，便尽力避免两宗开战，不签契约，不立誓言，全凭本心，如何？不如何？他俩提前对过词。两位道友，可以先听听我的条件。1万本6品功法，只是诚意。
只要你们点头，后续条件随便开，我绝不还价。我的条件是，你现在赶紧走，这样对我们谁都好。我明白了，今日多有叨扰，方才的话长期有效，二位随时可以来找我。太虚剑门的人不可信，往后尽量少与他们来往。我看上去有那么好骗？茶还没喝完，喝完再走。我觉得和你坐在一起喝茶挺开心，所以想让你留下。你呢？我以为你有事。停下来与你喝茶本身就是事儿，以后我若闲来无事，能否再找你讨杯茶？自然可以，不过我也有一事，到底是我叫你大师兄，还是你叫我大师姐？谁也不服谁，不如比划比划。大师兄，他的修为深不可测，别冲动。你真要与我比划？当然，剪子包袱拳，谁赢谁是大。那啥，要不咱3局2胜？我不同意，叫大师姐。不玩了，走了。大师兄，小满，别睡了，咱们又要出差了。1000年了，浩然峰该回去了，当年的账也该清算了。出发，前往浩然盛宴。好漂亮，比上次论道大会还大。别峰都是琼楼玉宇，咱们这是从哪儿搬来的大石头？大师兄，抛开寒酸不谈，这地方至少苍凉。亲友，大光明经就在那座塔里。等浩然盛宴开启，我们就会进入塔中，寻求参悟大光明经的机缘。你怎么叫我名字？不该叫我大师姐。先欠着，下次一定啊。盛宴开启后，我们4人会进入塔中参悟。看见没有？那就是爹的仙人。浩然峰这次还有万道共鸣和阴阳圣体，他们真有可能让大光明经重现。任其复亮，光明重现，则浩然长存。10万年来，这面旗只被大光明经点亮过1次。小家伙，你可要加油！师叔放心，我会尽力。浩然峰回来了！1000岁的渡劫巅峰，浩然仙宗竟还藏着这种人。楚星河，论道大会之辱，今日我要加倍奉还，出来与我一战！坐着，大师兄替你活动活动筋骨。正好试试这东西到底有多大劲儿。哼，你不过元婴境，也配替他出头？渡劫2层，26岁的渡劫境。小崽子，你还当这是论道大会？好球！再看我一记圆月难刀！常道友，我们小宗门经不起跌打损伤，劳烦换个方向。打扰了。不要说话，
安静看戏。打！往死里打！天大的窟窿，老夫替你兜着！长文，以渡劫修为欺我一个化神境，浩然仙宗都是这般恃强凌弱之人吗？那咋了？你以化神巅峰挑衅我元婴境师弟时，怎么不说恃强凌弱？我就是了，你待如何？师尊，救我！长文，立刻放人！你动他试试。欧阳师叔，他身上的禁制太硬，我打得不尽意，劳烦您给他破了。欧阳锋，你敢破禁制，我太虚剑门必与你浩然仙宗不死不休！你徒弟入我宗门时，你不是挺得意？现在不过破个禁制，你叫唤什么？独孤问天如我宗门在先，今日又主动挑衅我宗弟子，只许太虚剑门7人，不许浩然仙宗还手。这北荒难道是你太虚剑门的北荒不成？长门师兄，干死他！长文，我是太虚剑门圣子候选人，你若杀我，便会挑起2宗大战，这个责任你承担得起吗？承不承担得起，杀了你不就知道了？长文，长文杀我爱徒，今日谁拦，谁便与太虚剑盟开战。开战便开战，这里是浩然仙宗，还轮不到你仨也。大城之上，浩然仙宗竟还藏着这种存在。今日之事，本座记下了。咱们镇魔大典再见真章。什么叫镇魔大典见真章？你这么有底气的依仗，是他吗？你若不服，可以让他现在过来。浩然峰全体为大师兄助威！泱泱浩然独尊9天，光明为典，日月在先，乾坤问道，唯我浩然。泱泱浩然独尊9天，光明为典，日月在先，乾坤问道，唯我浩然。1000年了，我泱泱浩然本该如此。这样的宗门，值得我为他赢一次。你要挑战我？不是挑战，你若不服，便过来与我比划比划。你明明可以享受今日荣耀，为何非要现在与我交手？因为你们太虚剑门什么尿性，我很清楚。等到镇魔大典，你们早把天罗地网布好了。我得多傻才会去钻？大师兄说的对，凭什么等他们布好局？好，既然你要先夺主动，那我今日便成全你。你我若放开手脚，至少要打1月，不如落子3响，3局2胜。何谓落子3响？第1响只拼肉身，谁先落地谁输；第2响比真元，第3响比体质血脉，胜2响者赢。太一，你身负混沌圣体，境界又高1层，3响全占便宜。长文，别答应。小文，没有十足把握便拒绝。
刚在独孤问天身上试过，这一战只能靠自己了。正好看看北荒第一人杰有几斤几两。行，开始吧。3响，都让你先出手。孩儿不往非礼也，给我下去！大师兄，再翻一次！糟糕的姿势，输了就是输了，第2响继续。渡劫2层把太医逼到靠运气才赢，此子简直是妖孽！第2响不要留手，抓住机会，碎了他的道根。哼！以你的资质，留在浩然仙宗只会被埋没。来太局剑门，我把圣子之位让给你。我这人虽然佛系，却知道人当与畜生有所分别。你们太虚剑门的行事作风，我实在难以苟同。既如此，第2响，真元争锋。这股气息已经堪比渡劫5层。哼，就这点实力。混沌真气，他竟将混沌之气炼进了自身真元。说好让你3招，出手吧。如你所愿。我这一击足以媲美渡劫巅峰，你竟能挡住？别废话，拿出看家本事。混沌初开，万象归虚。在我的领域里，岂容你放肆？对，给我碎！你牛逼！给我拧，使我一戳！来得好！你开大招不用冷却，冰封万里。进攻超过10系，第2响太医输了。看见没有？这才是咱们的梦中情雄。打得好，都看仔细了，这是我亲侄子。自今日后，北荒年轻一辈，再无人可在我浩然仙宗面前自言无敌。第2响，我输得心服口服。第3响，我会拿出12分诚意，希望你不要叫我失望。第3响，直逼体之血脉，骆子琪不得以真元托举，不得用法则操控，其落地时在谁手中，谁胜。这一响，我不会再有半分保留。那你最好先做好保护，若我掌控不好力道，失手把你打死，咱们两边都不好过。混沌圣体，秘藏开！常文，这一响你如何应对？混沌圣体确实了得，不过你可曾听说过法片象帝？红莲从不由天咒，
业火原在心头燃，焚尽八荒铸金身，一步踏破九重天，八天象地开！远古巨灵一族的至高神通，真的是法天象地！太强了，的确很强。公平起见，我允许你跟我同时出手。希望你真有这个实力。这不可能！禁制只有承受致命力量才会触发，刚才那一拳足以杀掉太一。又是大成禁制，足够了。我认什么认？是我右边腿。专心打架，不要废话。等，只要洛子琪落地，这一响便结束。镇魔大典，今日迟，我必百倍还。说得好！他该不会是要把洛子琪踢回去了，还能这么玩？好样的！你他娘的真是天才！混账东西，欺我太虚剑门无人乎！长文，你难道真想挑起两宗战争？我只是认真比斗啊，你怎么能污蔑我？你看，洛子琪不是还在天上吗？我刚才都已经认。打架就专心打架，哪来这么多话？我跟你又不熟。他把洛子琪踢上九霄，还不算破坏规则？第三响的规矩可没说不能动洛子琪。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。规矩是你家太医定的，现在打不过就说我们违规，玩不起。只要旗子还在天上飞，比斗就没完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你太虚县门岂会不懂？有一个旗子还在天上飞，要是我不认呢？镇魔大典见真章，今日迟百倍还。不尼玛，还有时间限制！坏了，这把玩大了！哈哈哈哈哈！你们快看，他的法天象天撑不住了！待你金身碎血，方才所受屈辱，我必连本带利讨回。欧阳师叔，能不能再辛苦一下，把他身上这层大成禁制破了？破！欧阳锋，再向前一步，今日便踏平浩然仙宗。还有时隙，采用第二套办法。拿旗结束比斗，白日做梦！给我下来！又要干什么？还敢过来？第三响，常文胜，洛子三强2-1。
还没打尽兴，再来！小兔崽子，输不起是不是？哼！多谢太虚剑门出人出力，没有你们，今日这场盛宴哪能如此精彩？经脉只是震荡，没伤根基，快把天元补气丹吃了。小文可有婚配？老身做下7位真传，个个品貌双全。你若喜欢，就挑一个，全部打包带走也行。我只是打了一架，怎么连婚事都安排上了？长文，可敢与我再战？可以，先破掉你我身上的大成禁制，再立生死状，不死不休，你敢吗？你疯了！你我无论谁死，都可能引发两宗大战。不是你说没打尽兴吗？禁制护着算什么本事？要打便痛痛快快打一场。立刻回来！常文既敢开口，必有底牌。你心境已乱，不能再战。镇魔大典再见真章，届时无人庇护，新账旧账一起算。怂逼！大师兄好厉害，别忘了帮小满打看上哪个拿哪个，人人有份，不用抢。大师兄，那么多闲字嘴你，你怎么一个都没打赢？如今太出名了，得注意个人隐私，不能败坏宗门风气。主要是女人太多，我应付不过来。击败太一只是战力，若他悟不出10万年仅一人炼成的大光明经，便还算不得浩然真正的领袖。浩然仙宗立宗10万载，天骄无数，真正参悟此经者却只有周清一人。常文战力再强，悟性与机缘不够，也只能空手而归吧。这种时候还能如此淡定，大师兄肯定胸有成竹。胸有成竹个鬼！10万年才成功一个，我也没底啊！早知道早点来了，错过了这么精彩的一出大戏。长文大战太一，正面、侧面、俯视、慢放4种版本。单份100中品灵石，4份打包只要350。另有长文斩杀独孤问天独家影像，限量100份，先到先得。全场几百万人，只有他想到这门生意。难怪大师兄总把事情交给他。浩然仙宗响彻天地第10026届浩然盛宴，今日开启。一枚紫纹蟠桃便能增寿100年，浩然仙宗竟拿来盗刻！大师兄，这得花多少石头呀？咱们占着北荒最好的灵脉群，108峰皆有灵田药谱，这些只是库存，亏不了。哼，再借盛宴结人脉，换资源，
让各宗欠下人情。看似白送，实则是把整个北荒的人情生意都办活了。啊！开幕式！牛逼！这个贤子身材极佳，那位贤子容貌绝伦。开幕式至此结束，109座经文塔同时开启。先跟二师兄玩，等我参悟完经文就回来。小蛮等大师兄回来，大师兄一定能看懂。此经只看心性，长文形式很辣，他悟不出来。掌门师兄，你觉得小文有几成把握？3成。若他失败，浩然峰不知还要再等多少年。若能悟得此经，我与大师兄便是浩然双骄。能和大师兄做同一件事，星河很是开心。不是，你挪开干啥？我跟他没有关系啊。若只是参悟经文，应该不难。字呢？这是一卷无字天书。大光明经本就无字，只能用心感悟。期限1个月，10万年来只有周青成功。神级悟性，竟连参悟之门都找不到。哎呦我还真不信了。这根本不是真正的经文，更像参悟大光明经的第1道试炼。神识无法触碰，证明要义不在经文本身。可究竟考什么，我暂时也没看透。除了心里越来越燥，我也一无所获。3日没有收获，我为什么会烦躁？因为从进塔起，我便认定自己必须成功。这不是求道，是被名望绑架。我从一无所有走到今日，靠的是自身万般努力。成功如何？失败又如何？我的意义，何须一本经文来定义？大师兄，你到底想明白哪样了？出现净素。不是哪样啊？怎么还没说完就进去了？不是，给我干哪儿来了？这还是国内吗？不是大光明经吗？怎么黑成这样？这么能熬，
再等下去，别考验没来，我先成小丑了。前辈，有人吗？这关到底考什么？山不向我走来，我便向山走去。一直走直线，还能回到原点。考验毅力是吧？那就走，绕就完了。我操！我就参加个试炼，你犯不上弄死我吧？宁愿犯错，也不愿什么都不做。与其等死，不如死在找出的路上。后悔吗？如果没进来的话，你有的是大好年华。后悔？我后悔个屁！若后来者也进到这里，至少别再走我的老路。小满还在等我，大师兄怎能死在这里？人至绝境，方能重生。10万载，终于有人靠自己走到了这里。这仙家气象，居然是咱们浩然峰！我的天，师傅还真没骗人。开宗祖师，孩子，走近些，让老朽看看。第一关是放下，放下名利与外界期望；第二关是坚守，在绝境中依旧前行，相信光明。放下该放下的，坚守该坚守的，方配大光明经。前辈说我是第一个靠自己走到这里的人，那周青师兄呢？他受过人元子指引，算是特殊关照。感情这东西还能走后门？我的天！参悟结束后便去找他，就说是老朽的命令，他自会护你周全。半步仙桥就在自家峰上，伐仙剑的含金量还在上升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若你看到浩然仙宗遭受灭门之灾，是与宗门共存亡，还是明哲保身，独自逃离？大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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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愿为宗门尽一份力。俺也一样。这2个答案我都不选。若能打过，我便护同门周全；若打不过，我会带师弟师妹活下来，潜心修炼，日后再回来报仇。原来竟还有第3种答案，或许只有如此，才能让浩然仙宗真正传承不息。孩子，你过关了！携手大光明经，让我浩然再次伟大！
长文第3日被经卷吸走，楚星河也于最后一日进入室内。他们这表情到底是有戏还是没戏？有戏，但又不是完全有戏。真抽象。二师兄，大师兄会失败吗？也有可能成功。大师兄这么好，不能伤心。最要紧的是，他若失败，谁替小满打爹呀？不是大师兄，大师兄还在里面。长文到底怎么样？你说清楚。我在黑暗里发现大师兄留下的不要乱走，我不知道他身在何处，只知道他有可能成功。那怎么到现在还没出来？你懂什么？参悟经文又不是上厕所，时间越长说明收获越大。若能成功，何必拖到现在？等到日落西山，自见分晓。二师兄，大师兄还在里面，就还没有失败。对，还没有失败。林宝定，1年后的镇魔大典，让你宗弟子洗干净脖子，乖乖来领死。我已经做得够好了，他才27岁，不该替整个宗门承受这些。真他娘的操蛋！连小文都不行，后世还有谁能让他现世？大光明经啊，大光明经，究竟怎样的仙苗才配让你主动相随？难道？大光明镜，掌门师兄是大光明镜啊！师妹，你看见了吗？小文长大了。振其复亮，光明重现，则浩然长存。千年旧账也该清算了。不是在做梦，谁打我一巴掌？快！疼，不是梦，大师兄真把大光明经带出来了。我虽然是废物，但大师兄不是。以后谁还敢辱我浩然？弓箭老狗刚才不是挺狂吗？走，变脸笑他去。北荒第一人杰，在我大师兄眼里，你顶多算个混沌皮球。我此生非大师兄不嫁，排队去！想嫁大师兄的女修能从这里排到万象宫。我愿献祭100年修为，换大师兄这辈子找不到道侣。光明重现日，我辈比天高。명扬浩然，独尊9天。光明为冕，日月在肩。乾坤问道，唯我浩然。大师兄，庆典经费记得给我们报销。还能活着出来，真好。
好小子！太激动了，有劳众师叔挂念，此行幸不辱命，已将大光明经带出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！传武成功更不可懈怠，从明日起修炼加倍。知道了，回宗后我便去闯剑宗。我以为他们没劲儿就会放我下来，谁知道一抛就是整整一夜。大师兄，你不在这些天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。我也是。大师兄，小妹呀，宝宝。这10万拿去随便花。说句话就送10万，真他娘有钱啊！空剑，接下来的环节不准太虚剑门与狗观看。老夫还就不走，你待如何？半炷香后，若还不滚，我浩然仙宗直接解散。从即日起，太虚剑门的见一个杀一个。欧阳老狗，算你狠！你丫走就走，蹬坏我家探台干什么？追！刚才出了些小插曲，让诸位见笑了。接下来，群峰比开始。头次尊贵躺椅，返还5天修为。不是哥们儿，你修为是反了，我躺什么？大师兄，你为什么不去打？你大师兄不爱打架，可你不打，别人怎么知道你厉害？我爹看见你的名声，说不定就直接认输啦。乖，嗑瓜子儿。常师兄，请赐教。我自是不敌，只想知道与大师兄相差多远。都卯足劲儿干他，不用给老夫留面子。你们玩真的啊？一点微光破混沌，万古寒夜至此分。第1卷，起光。不是抵挡，是分解。大光明经将所有公式还原了。大师兄，我服了。以后你想打谁，不用再掏钱，我免费替你打。长风亦如此。这不像任大师兄，倒像拥立新宗主。浩然仙宗不会真要改朝换代吧？浩然峰即将重建，正缺人手，愿来帮忙者高价聘请，愿留下者每月俸禄按其他峰10倍嘎放。犹豫半计，都
就是对灵师的不尊重。宗门规矩，不许弟子随意转封。要不你去把大光明经参悟了，参悟不了就闭嘴。数日后，群封比结束，沉寂千年的浩然峰重新位列主峰第一，破败阵旗迎风猎猎。浩然盛宴落幕，长文之名却化作无数玉简传遍北望。万象宫各大宗门连夜召开会议，一张北荒势力图上的阵营不断改变。请全宫之力结交长文，即便因此与太虚剑门交恶，也在所不惜。太一回宗后，连口气都没歇，直接进了太虚剑门剑冢。那地方从未有人活着走出来，曾有人在夜间听闻那剑冢剑鸣半月不止。他这是要在镇魔大典上与长文决生死啊！太心想乱我心境，我只需建好浩然峰，大力投资，以待天时。大师兄，他们都在干活，我们不去合适吗？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，你若过意不去，就把灵石分给他们。参悟结束后便去找他，就说是老朽的命令，他自会护你周全。既然祖师发话，往后你只管放手去做。北荒天塌下来，都有老夫替你顶着。杀太医也可以，能杀，只是杀完后，宗门会有点小麻烦。三长老，救命啊！等你能在欧阳锋手下撑过半炷香，老夫再亲自指点你。小子，做好挨揍的准备了吗？大光明经怎么没用？他能分解真元攻击，老夫这是实打实的拳头，你如何分解？啥事儿没有？虽说只能称百息，但百息之内，我是真男人。打拳的，你到底行不行？刚才只是热身。别装了，老夫刚才看见你动了。星河师弟，大师兄不会被打死吧？你不懂，大师兄是在用惨叫麻痹天剑子师叔。这样就看不到了。要想念这是成功，就要忍受常人难忍受的痛。是不喜欢喝的茶叫做乌龙，一负二传中国风。
无论是炎夏或寒冬，我都很向往山门外的天空。埋在南方等我下山的我的人叫小罗。小满不愿意看大师兄为了小满挨打。小满，还是你好啊！老东西，再敢动俺大师兄一根汗毛，俺跟你拼命！大师兄，他们天天这么揍你，怎么不早点叫俺？叫你来干什么？陪你一起挨揍啊！一个人多难受，两个人好歹有个伴儿。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，兄弟，再强的人必须的。全力去疲惫。挨了半年打，反而连升3层。自从常文通过挨打升至渡劫7层，浩然弟子纷纷出高价请强者锤炼自己。师弟找师兄，师兄又找更强的师兄。浩然峰坑洞遍地，惨叫此起彼伏。大师兄挨打能升级，怎么轮到我只剩挨打？哦，终于自由了，开个盲盒庆祝一下。恭喜获得永久技能人魔同体。这东西看似没用，实则也没啥用啊。等等，可在人族与魔族气息间自由切换，不会被任何人发现。镇魔大典若真有魔，我岂不是能直接混成自己人？要不去试试？不行不行，人原子就在附近，若被当场发现，解释都来不及。修为领取成功，当前境界渡劫近10层，离大成还差一步。若我有极品灵根，说不定便能直接突破。困在淬体2层26年，如今能到渡劫巅峰，已是万幸。太一的第100胜，2宗1000年旧账，也该一起算了。下一站，镇魔大